早上好，昭昭啊，又替你阿姨去送东西啊？王奶奶，您今天气色真好。是吗？昭昭啊，真是懂事又勤快，学习还好。人家昭昭啊，那上的可是咱们江城最著名的政法大学，那将来是要当大律师的。您二老就别打趣我了。死丫头，磨蹭什么呢？赶紧把东西送过去。王奶奶、张爷爷，我先走啦。哎，好。应该就是这里。您好，请问是？请问是陈志？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帮我，我不是做那个的。我会给你钱。I got the power, I'm in control. 100万，封口费。我不要你的臭钱。我说了，你认错人了。难道他真不是中书派来的人？我好不容易考进政法大学，本以为前途一片光明，可怎么都没想到，8个月前的那天，我妈为了30万把我卖了，应该就是这里了。可她写错了地址，让我阴差阳错和一个陌生人发生关系。本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，直到我被迫嫁进了陈家，噩梦才开始。宝宝别怕，妈妈一定会离婚，带你离开这里，好好的抚养你长大。你好，请问需要什么帮助吗？我想问一下，这里真的免费提供法律援助，不收钱吗？当然，我们天恒律所的创始人裴彦生裴律特意交代过，只要符合条件，我们不会推拒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人。裴彦生，那不是我同校的传奇学长？我想离婚，还有拿到我孩子的抚养权。可以，先填写一下申请表。好。裴律，您刚打赢的林氏跨境并购案被业解释为不可能胜诉的案子，您是怎么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逆转的呢？证据从来不会不足，只是有人看不见。裴律，这是您连续第327场胜诉，您现在已经是律界的不败神话，难道您就真的没有打不赢的官司吗？我也在等，谁能让我尝一次输的滋味？哎，裴律，你再说一句吧，裴律，请你回答一下。裴律，裴律，再多说几句吧，裴律。
这些伤都是你丈夫打的？嗯，这半年，他一有不顺心就会动手打我。还好你留有证据，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帮助你的。这个是回执单，你拿好。不好意思，我得赶去工作了。裴律，晚上在徐家汇举办庆功宴如何？都行。8个月前的那个女人，有消息了吗？还没，但是我按照您的要求又找了一些，你看看。这些庸脂俗粉，都不是她。那她到底长什么样啊？她笑起来特别好看，眼睛干净明亮，像星星。她哭起来，眼睛又红红的，像小兔子，很可爱。总之很漂亮，只要她站在我面前，我一定可以认出她。这必须找到她。是，你就只说了个漂亮，这怎么找？还是赶紧让裴律工作一下，转移注意力吧。裴律，这个是近期申请的法律援助名单，请您过目。喂，我是裴彦神，目前还在梳理证据链。站住！你个丧门星！我们家花30万娶你进门，是让你当少奶奶的啊！你看看现在什么时间了？我马上去做饭。哎，钱呢？把今天赚的钱交出来！交出来！你拿来！200块，怎么越来越少？你打破叫花子的你！你个没用的东西！从明天开始去夜市给我端盘子，少1分钱，老娘撕了你的脸！30万，娶个破鞋还带野种，真他妈晦气！我肚子大了，不方便端盘子。不方便啊！妈，不方便，妈，不方便你！妈，你装什么娇气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想生下肚子里的野种，就给我老老实实去看。妈，知道了吗？哎，行了，妈，我饿了，赶紧让他做饭。听见没有？啊，做饭去！半个小时做不好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去呀！跟我在这装娇气。徐周周，再忍忍，等法律援助下来，
就可以彻底摆脱这些魔鬼了。爸，我今天去律所咨询了，你说的对，再难也要坚持下去。我会保护好宝宝的，等熬过这段时间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臭婊子，藏什么呢？你他妈藏什么呢？啊！没有，我只是……你吃老子的，用老子的，还敢背着我藏钱？你想死是吧？啊！那是我自己攒的钱，你还给我！放你妈的屁！你连人都是老子的，何况是些钱？这是我生宝宝用的钱，你还给我！你还！老子花了30万娶你这个二手烂货够回去了，你还想把老子的钱留给这个野种做梦？我的孩子！裴玉，庆宴马上开始了，咱们现在过去吗？爷爷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去医院检查，大夫说我这把老骨头恐怕是熬不过明年喽。叶深，你小子要是还有点孝心的话，那就早点把婚给结了，让我也早点抱上胖曾孙。到时候我也好瞑目喽。爷爷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您上次提起，医生说您还能活到120呢。120？哼，活到120有什么用啊？你看啊，人家老周家的大白胖孙子都会给我发红包喽。还有老王家的二胎都会打酱油了。还有，要是你小子还不努力的话，那咱们老裴家18代单传的香火就要断在你的手里喽！嘿，到时候啊，只能看着人家四世同堂，其乐融融啊，咱们爷俩只能大眼瞪小眼，一起躺板板，比谁先凉啊！爷爷，要不你先等我忙完啊？忙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忙。哼，我不走，我倒要看看什么工作比传宗接代还要重要。给我闪开！你看看，人家这小姑娘年纪轻轻的都要当妈妈了。哎呀，啊，这，哪个天杀的，竟然连孕妇都打！叶深，快帮他维权！叶深，爷爷，工作上我自有安排。哎呀，是他。8个月，她怀孕的事情和脸能对得上？难道是我的孩子？啊，这么俊俏的小姑娘，她老公把她打成这样，她老公简直就不是人，畜生啊！爷爷，我突然想起来有个结案要办，
你先回去吧。我不走，我不走！你小子肯定有事瞒着我，你跟我实话实说，你是不是喜欢男的？我不走！哎，裴律，马上去查一下他的信息。裴律，咱们还有个庆功宴要看，要不回来的是？她就是那晚酒店的女人。你什么？竟然是她？那她如果怀的真是您的孩子的话，那孩子就是裴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。赶快去查！是。儿子，这小贱人又干什么了？这贱人长本事了，敢藏钱了，都开始吃里扒外了。好啊！我说怎么每次给钱的时候都磨磨蹭蹭的，哎，全算在自己手里啊！没有，这是什么啊？这什么？不要！这是我爸爸留给我的东西，你还给我！给我开！你还给我！这表看着不错呀，不知道拿去卖了能值几个钱儿。这是我的东西，你还给我！你还给我！你要钱我给你，你把这个还给我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还给我！这么想要啊？这是我爸爸留给我的唯一的东西了，你还给我！你越是想要，我越……你还给我！你还是会反抗是吧？破婊，别想掉了！贱人，连私房钱都敢藏，说不定还藏了别的。儿子，去翻。啊！放开我！这个是回执单，你拿好。不要！别！不要！不要！离婚诉讼回执单，居然想跑！离婚诉讼回执单啊！你还想跑？好啊，你个小贱蹄子，还敢偷着离婚！老子为了钱花光了所有的钱，你现在居然想跑！你别过来！我怀孕了的，我怀孕了！老子要你好看！裴律，查到了，在城中村向阳路308号。去向阳路。儿子，扒了他的衣服，看他还敢不敢跑！儿子，你没事吧？我操！非弄死你不可！你不是还有种吗？我倒是要看看你肚子里的野种够不够硬！打死他！求求你，不要伤害我的孩子！求求你！晚了。就别
什么声音？好像是女人的惨叫声。撞门！谁在这个点敲门？难道是警察？儿子，快把这个小贱人的嘴堵上！快！我要呱呱求我，不要伤害我的孩子。爹都不知道是谁的野种，死了更好。就是，连打胎的钱都省了。孩子是无辜的，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，救救我的孩子！在黑暗的对面是光明，光明后面是阴影，正义邪恶是谁又决定？Yeah。你们是谁？许昭昭在哪儿？你他妈谁呀？你找我媳妇干嘛？徐女士今天刚提交了人身保护令申请，根据反家暴法第32条，我们有权确认委托人的人身安全。原来是律师啊，我还以为是谁呢。哟，你这个小白脸儿，不会是那个小贱货勾搭的野男人吧？还敢找上门？赶紧滚出去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我再问一次，许昭昭在哪？凭什么告诉你呀？赶紧从我家滚，要不然报警说你们私闯民宅啊！我给你们1分钟时间考虑：一，交出许昭昭；二，我报警。儿子，这人真的是来帮那小贱蹄子的，万一被他发现了，小贱人真的报警怎么办？怕什么啊妈？看我的！哎，我媳妇儿今天回娘家了，不在这儿，不信你们随便找。没找到人，会不会真的不在？走吧。好像真的不在这儿。啊！我就说我媳妇儿不在这儿吧，赶紧走，赶紧滚！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我没听到声音。美女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咱明天再找吧。秋叶那边都在等着你。救救我和我的孩子吧！我好想要死了！啊！你们赶紧滚啊！再不滚，报警抓你们啊！哎呦，你们这两个瘪犊子呀！哎呦，大半夜的来我家是翻箱倒柜呀，这还有没有王法了呀？你们要是不赔钱，谁都别想走！美女，咱们快走吧，都说小鬼难缠，别让他们讹上咱们。你他妈听不懂人话是吧？许昭昭，许昭昭，送去医院。哎呀，天杀的呀！这是我们老程家的媳妇儿，你快给我放下！再往前走一步，就杀了你这个狗男女！周周，你
你给我滚回来！出了人命，我让你牢底坐穿！裴队，你都照顾他一整晚了，要不你先休息吧，我来照顾曲小姐。不用，去把准备好的粥拿过来，他醒了就能喝了。真是第一次见裴队对一个女人这么上心。是。我的孩子，你醒了。我的孩子，你放心，孩子没事。谢谢你救了我。是你，是你。我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？你放心，孩子没事。你现在还没有哪里觉得不舒服？没有，没有，我现在感觉好多了。救我的竟然是宝宝的亲生父亲，难道他都知道了？刚好饭来了，先吃点。裴队，这些饭菜都是按照你吩咐的做的，保证既营养又健康。就你话多。案子办完了吗？我这就去整理。你等我一下。这么多啊！年纪小小，却吃了那么多，我怎么就没有早点找到他？医生说你营养不良，为了宝宝，你尽量多吃一点。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？什么？没什么。他是第一个在我父亲去世后关心我的人。你怎么了？是饭不好吃吗？我让人重新给你做。没有，很好吃。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谢谢你。喂，爷爷。臭小子，我不管你现在在干什么，你和孟晚呢？这几天就去把结婚证给领了。他要结婚了。宝宝，你的爸爸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不过他要结婚了，妈妈不能这么自私，去破坏别人的人生，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去打扰他了。妈妈一个人也会好好的将你抚养长大的。昭昭，我可以这样称呼你吗？可以。这是我的名片。原来他就是绿界传奇裴燕深。据我所知，你肚子里的宝宝和我们那天9天的时间对得上，所以昭昭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吗？要是告诉他孩子是他的，不只会破坏他的婚姻，还会影响他在绿界的风评，不能让他知道。不是你的，是陈志勇的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我非常感谢裴律师救了我们，但这个孩子真不是你的。我在期待什么？裴家18代单传，我又有弱精症，怎么就这么巧，一次就……这张卡你拿着，没密码，你安心养胎，有什么需要去律所找我就行。不，裴律师，你已经帮了我们很多了，但是这个卡我不能要。
宝宝后续还需要一大笔费用，你不用有心理负担，就当做那晚的补偿。对不起，宝宝，我们不能连累他。喂，周阿姨。哎，昭昭啊，你现在在哪儿啊？你跟小陈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听说你们在闹离婚啊。周阿姨，这件事情您就不要管了。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的话，那我就……那个，你现在长大了，这些事儿啊，我是管不了了。不过过2天是你爸的忌日，你记得回来一趟啊。好，我会回去，但别告诉陈志勇。好，你放心吧，我不说。哼，死丫头！爸，我给你带了你生前最爱的江南春。昭昭，陈家的人到哪儿了？说是在路上了。妈，咱们这次能捞多少钱啊？他们一直堵在门口做什么？他们肯定告诉陈志勇了。哎呀，我肚子有点不舒服。那赶紧去里屋休息吧。那个，去给你姐倒杯水啊。走。小陈，你放心吧，人我都给你看着了。皇上，还好我没打草惊蛇，我不能被陈志勇带回去。谁让跑了？什么？你赶紧去追啊！快！在哪儿？怎么没有车？小天棋，别想跑！借给我，你还想跑啊你啊！儿子，你没事吧？你现在是跑了几天早肥了啊！站住！亲家母、小陈，你们来了。要不是我们及时赶到，这小贱货就又跑了，让你们看个人都看不住。哎呀，昭昭啊！都说了，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，这小陈都来接你了，你别任性了啊！赶紧跟小陈回去吧。我不回去，我跟他回去他会打死我的。打你那是你活该，快回家！你做梦！我今天就是死，我也不跟你们回去。生好啊！放开我！我要报警了！老爷，老爷，特大好消息！哎呀，慌什么？你好歹也在裴家干了20多年的老管家了，怎么还这么不稳重啊？这事我稳重不了呀，老爷。哎，您快看，这个不是上次照片上那个小姑娘吗？难道燕山为爱当三儿，连孩子都有了？少爷不显山不漏水的，一来就给您弄上这么大个惊喜。哎，看少夫人这肚子，好像快生了吧？好啊，好，列宗在上，我裴氏有后了。备车，现在就去接我孙媳妇儿。是，老爷。
子花了30万娶你回来，今天就算打断你的腿，警察来了也是家务事儿。就是，我们老陈家花光所有积蓄，就是为了娶你这个贱人。你倒好，还想跟着野男人跑，我们家真是养了个白眼狼。昭昭啊，你就别任性了，赶紧跟小陈回去吧。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别丢人了啊！快走。是啊，姐，肚子都这么大了，瞎跑什么呀？完了要跟姐夫走呗。婆婆，别碰我，别碰我！别碰我！求求你了！你别以为你做的那些畜生事我们不知道，这昭昭还怀着孩子呢，你就天天对她动手，你还算个人吗你？今天有我在，你不能再欺负昭昭！哎呦，张爷爷，我奶奶，2个老不死的活腻了吧？啊！我管闲着找死啊！陈启勇，你干嘛呀？昭昭，你们这些丧天良的，对一个孕妇动手，你们不怕天打雷劈吗？哎呀，王大妈，这是人家的家事，你就别多嘴了。周慧啊，昭昭这孩子从小就懂事听话，对你处处孝顺，就算你是后妈，你也不能这么狠心，不管他的死活呀。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这都是他的命。你再说了，那小陈一家让他白吃白喝的，他有什么不满意的啊？对呀，王大妈啊，我妈给他找的这门亲事多好，您啊哪凉快哪歇着去吧啊，别多管闲事。你们不配当昭昭的亲人呐！昭昭啊，你说你这妮子命怎么这么苦啊？裴队，我听说许小姐今天出院，咱们要不要去接她？自从裴队从上次医院离开后，心情就不好。难道是跟许小姐吵架？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吗？不是你的。还是不要去打扰他了。韦爷爷，臭小子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赶紧跟我一起去接你媳妇儿。什么媳妇儿？孩子都快生了，你还想瞒我到什么时候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孙媳妇儿现在在长乐巷77号，你现在呀就跟我一起过去。您误会了，我。裴队，所以咱们究竟去哪儿啊？去长乐巷。我肚子疼，求求快送我去医院！这个贱货也没去医院。你不过是怀了一个连爹都不知道是谁的野种，死了更好，让他赶紧去死吧！你不算人！陈志勇，你这个畜生，你不得好死！死！该死的是这个野种！他不是野种，他的爸爸是裴医生。我的孩子有什么事情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快带我去医院！放屁！首富裴家会看上你这样的破鞋啊？就是让那个野种赶紧去死吧！周周，孙媳妇儿啊！小白脸，妈的又是你！你儿子，你说说你，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了，要你有什么用？爷爷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是……你给我闪开！哼！哎呀，周周，周周，怎么样，孙媳妇儿，没有伤到哪里吧？我是燕申的爷爷，你放心，以后爷爷和燕申再也不让你受到任何的伤害。谢谢
哎呀，你这个小贱蹄子，你勾引完小的，你要勾引老的，你还真是不要脸啊你！闭嘴！哼，你是怎么说话的？哎，怎么了？你们敢造还不敢让人说啊？这是我陈家的事儿，小白脸想死呀，敢管我家的事儿？给我走！他没有打了你。啊，周周！干什么呀？许昭昭，你居然联合外人来对付你婆婆和你老公，你个吃里扒外的贱人！我打你个老东西，嘴真臭！昭昭啊，刚才妈妈也吓坏了，你没事吧？夏姐，你怎么认识这些有钱人呢？看他们的气势，身份不一般啊。跟你们有关系？你这孩子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你妈呀！闭嘴！哼，你好意思说是昭昭的母亲？刚才昭昭被欺负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有保护好她呀？你现在在这里假惺惺的说这些干什么？大兄弟呀，你是不知道他这个后妈呀，对昭昭做了多少恶事。昭昭从小就懂事听话，可偏偏摊上这样个后妈，也是命苦啊！闭嘴！哼！昭昭，他们不疼你，以后爷爷和燕深疼你。你现在愿意跟我们回裴家吗？为了宝宝安全，我需要先跟他们一起离开。我愿意。好，昭昭，叶深，赶快送昭昭回家，给她找最好的医生，好好看看。好，爷爷。哎，你谁呀？哎，什么的？你敢带走我媳妇儿，老子弄死你！这没天理了呀！这光天化日就抢我们老陈家的人啊！这还有没有王法呀？闭嘴！哼，矮人，他们刚才是怎么欺负昭昭的，你们就怎么给我打回去，狠狠的打！是。胎相啊，目前不稳定，一定要多注意休息，还有情绪啊，也不要太过激了。这个药啊，是对胎儿没有影响的外伤药，裴少一定要多注意孕妇的营养和休息。好。裴律师，我跟爷爷离开来你家，不是想赖在你家，我是当时不走，我就走不了了。坐。你受伤了，我先帮你擦药。我自己来。这里，你能擦到？许昭昭，别乱想，他马上就要结婚了。听医生的话，这几天好好休息。裴律师，你放心，等新房子租下来，我一定走，我不会赖在这里的。走？你要走哪儿啊？孙媳妇儿，这儿啊就是你的家，你还要走到哪里去呀？裴爷爷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昭昭，
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你肚里的小宝宝，别的什么都不要胡思乱想了啊！就在这儿安心的住下来。可是，哎，刘婶儿，赶快照顾着少夫人回房间休息。是老爷。少夫人，我带您去房间。去吧。说吧，你和昭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和许昭昭，其实她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。你说什么？你个小兔崽子，你怎么这么渣呀你！为了不担责任，这种谎话你都说得出口？你想气死我呀你！爷爷，我真没骗你。你还敢讲？哼！我这孙子向来不近女色，他会抱昭昭去医院，这两人之间肯定不简单。哼！你小子怎么就那么确认昭昭肚里的孩子不是你的？我告诉你，眼神，我很喜欢昭昭这个孩子，她是个可怜的小姑娘啊。就算那不是你的孩子，我也要认她做我的孙女儿。我告诉你，在这期间，你必须给我好好的照顾好昭昭。知道了，爷爷。你看看你，天天就会断案，跟个榆木疙瘩似的。你这不赶快上去给昭昭送点水果？快，赶紧的！哎，只要是我们的孩子就好了。裴律师，你别起来，好好休息。这是爷爷让我给你带的水果，尝尝。谢谢你和裴爷爷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才好。不过举手之劳而已。你现在肚子这么大，不能再受惊吓了。为了宝宝，你后面就安心在这住下。谢谢你，裴律师。别总说谢。来，吃个水果。等宝宝平安出生后，我就离开。我可以摸摸他吗？可以呀。宝宝，你爸爸看起来很冷，可他其实很温柔，你感受到了吗？我感觉他在踢我，这小家伙还挺调皮。他平时可爱睡觉了，估计是感受到你靠近，很喜欢你才逗呢。是吗？对。哎呀，眼神那小子终于是慢慢开窍喽。看得出来呀，他也很喜欢昭昭和这个孩子呀。可是老爷，少爷不说那孩子不是他的吗？你懂什么？是不是啊？等到生出来不就知道了？你好，两位，请问需要买些什么？待产的和婴儿的。两位这边请。裴律师，已经买了很多了，我们走吧。不急，还有宝宝的衣服跟婴儿车没买。这些婴儿服都是最新款的。队长，只要是他看过的，都抱起来。是，先生。就这2件吧。看看婴儿车。这款是采用了德国最先进的技术。医生，这太贵了，我们换一家吧。没事，就这款，刷卡。好的，先生。太太，您老公对您和宝宝可真好。不，
他不是啊，裴律师，这个孩子不是你的，你没必要对他这么好。不是我的，我就不能买东西。我说过，会对你跟宝宝好的。别哭啊，医生说了，不能激动。对，裴律师，等我生了宝宝，我一定会努力赚钱，把这些都还给你的。裴先生，所有东西今天内都会送货上门。走吧。我接个电话，你先随便逛逛，等会我来找你。好。哎，你好，你看一下有没有见到我老婆？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您看一下有没有见到我老婆？她离家出走了，怀着孕呢还。抱歉，没见过。哎，各位，好，谢谢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是我老婆许昭昭，她已经失踪3天了，怀着8个月的身孕呢。这如果大家有线索，我一定重金筹建。谢谢大家啊，谢谢大家啊。哎，你看是不是他？真是他！快告诉她老公啊，走。奇怪，怎么这么看着我？那边。老婆，我终于找到你，你跟我回家吧。你知道我这3天是怎么过的吗？陈志远，你怎么在这？小贱货，小宝子！老婆，跟我回家吧。我知道你是一时糊涂。老婆，我知道你是嫌贫爱富，你不带着我，但是你也不能怀着我的孩子跟有钱的男人跑了呀。我不是，他在说谎。老婆，就算看在孩子的份上啊，这女的也太不知好歹了吧！她老公都这样求她了。就是啊，大着肚子还给别的男人乱搞，真不要脸！你看这女的怎么这样啊？她真是负了她，怀着孩子还出去乱搞，真是可怜她老公了。这老公对她还挺好啊，你看这都知道说。我不是。 내게 상처 주게 허락할 테니 다시 걸어보게 해줘 사랑해 有没有受伤？陈志友，在徐女士跟你结婚期间，你多次对她进行人身伤害，甚至有几次导致她住院的情况。现在又想利用舆论，逼迫她跟你回家，你知不知道？这也是在犯罪。你放屁！这是我老婆，我怎么可能打她？哇，她长得好帅啊！ 哎，他不是电视上那个大律师吗？那他说的肯定是真的，要不然人家小姐姐为什么会离家出走？对啊，我就说这男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家暴男该死，打孕妇的家暴男更是该死！哎，不是，各位，我只是怕我老婆跟外面的野男人跑了，我就想带她回家。离婚协议我会邮寄给你，你尽快签字吧，不然我也会起诉离婚的。哎，你，我们走吧。这是什么人啊！气死我！家暴这个人啊！哎，走吧，算了。妈的，这贱货居然真的敢跟我离婚！你谁啊？丰盛律师事务所创始人顾林峰，不认识，找我干嘛？你不认识我没关系，但是你知道带走你老婆的那个男人是谁吗？不就是勾引我老婆的奸夫，一个野男人吗？他是我们律界的传奇，裴彦深。什么？他就是裴彦深？那个从来没有输过官司，家里还是首富的裴彦深？没错。上次许昭昭说孩子是裴彦深的，不会是真的吧？如果你老婆找他打官司的话，这婚不仅得离，而且还有巨额的赔偿，说不定还会坐牢啊！那怎么办？我不想离婚呢，他可是我花1辈子积蓄娶回来的，还没给我生儿子呢。这不你就幸运的遇到了我吗？我可以帮你赢了这场官司，前提是必须听我的。只要你能帮我赢，你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。裴彦深，这次我一定会让你成为我的手下败将，
终结你从无败绩的神话。陈志勇太过分了，他不仅要跟我婚内出轨，还要拿走宝宝的抚养权。宝宝要是到他手里，那还有命活呀？他这是在逼我。绿界毒蛇顾凌风，这个人在绿界颇有声望和手段，是仅次于裴律师的存在。陈志勇怎么能请动他的？完了，开庭时间就在后天，能跟顾凌风抗衡的律师，这个绿界怕只有裴律师了。不行，裴律师已经帮我够多了，我不能再麻烦。如果找不到别的律师，我就自己试试。是什么？裴律师，你回来了。藏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就是我的产检单。我先去休息了。你在撒谎。就算你不告诉我，我也会知道的。顾凌风，他肯帮陈志勇打官司，应该冲我来的。那他一直想赢，可惜手下败将。这官司我帮你打了，你先好好养胎，其他的全权交给我处理。裴律师，你人真好，谢谢你。于昭昭，你个恬不知耻的贱！这2天不见，身边又换男人了啊！早知道你这么浪，当初你就算是以死相逼，老子也该把你直接给杀，把你的嘴巴放干净点，不许污蔑许小姐的清白。清白？哎，他肚子里揣了这么大一个野种，你看不见？他就是一个被人玩烂的破鞋。于昭昭，老子就是要把你告上法庭，让全江城的人知道你有多不要脸。对，不只要告，还要让他赔钱。你们太过分了！小贱货，你知道我请的是谁？顾凌风，顾律，这可是绿界第1律师，你就等着我们告得倾家荡产，不止还我彩礼，也要告你骗婚，让你坐牢。你整个绿界谁不知道最厉害的是我们裴律？至于你，而裴律的手下败将也敢称第1。顾凌风，我发现你才是真不叫。可是今天我就会成为打败裴律的第1人，到时候他的连胜神话就该结束了。做梦！我们裴律子休想赢！是，可是他今天来不了，这场官司就输定了。啊，听见没？你们输定了！开庭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进去吧。走。徐小姐，裴律从不迟到，每次在开庭前半个小时都提前到，现在只剩10几分钟了，这怎么办？裴律一定会来的，走吧，我们也进去。哎，哎，听说这次被告的辩护律师是裴燕深了，这都要开庭了，怎么还不来？那个被告是个孕妇，看起来也没什么钱，他是根本顾不到裴律吧？哎呀，那原告请的可是大名鼎鼎的顾凌风律师，只有裴律才能压他一头，其他谁来都没用。他怎么还不来呀？怎么迟到不是很准时吗？辩护了吗？肃静，本案即将开庭，请原被告双方做好准备。法官大人，原告及原告律师已到场做好准备，可以随时开庭。法官大人，裴律师马上就到，请稍等一会儿。徐厂长，你那个大律师没来，该不会是怕了？我说过，他裴燕深不会来，这场官司，他裴燕深必输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。
裴律师，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难道你真的改变主意了？这官司我帮你打，你先好好养胎。不会的，裴律师从来不会食言，说不定他遇到什么事情了。被告律师是否到场？根据程序，被告律师若在5分钟之内不到场，将视为自动放弃辩护权，直接进入判决阶段。怎么不来了嘛？裴律他不来了，官司完了。他难道是怕了？什么事？裴律师，快接电话呀！还有最后3分钟。判决下，你肚子里的那个野种，一个也跑不掉。还有最后1分钟。裴律师，你真的不会来了吗？裴燕深，这次你不战而败，将会成为你最大的耻辱。你输定。时间到，本庭宣布，由于被告律师缺席，等等。抱歉，法官大人，路上有事，耽搁。抱歉，法官大人，路上有事，耽搁。裴燕深，你怎么会来？看到我能来，郭律师似乎很失望啊。不行，该死，怎么关键的时候丢链子？还好搭上了顺风车，这才赶上。抱歉，来晚了。没事，你能来就好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坐。这个贱人真的请了裴燕深当他的辩护律师。郭律师，那接下来这个案子，你有几成把握能打赢？他裴燕深来了也没用。那就好。时间这么赶，裴燕深的车又出了问题，他肯定没拿到关键性证据，那他必输无疑。既然被告律师到庭，本案正式开庭，由原告方陈述。法官大人，我方主张被告许昭昭婚内存在重大过错，其具体表现为：第一，婚姻存续期间与他人存在不正当的关系。你们这是在断章取义！酒店上的截图分明是我去做家教的时候。请问被告，什么家教还需要去酒店呢？就是，哎，你去酒店是去卖的吧？啊？真是漂亮啊！别急，等他说完。第二，被告许昭昭还存在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。转移财产？他这还要转移财产？第三，许昭昭骗婚动机明显，婚后拒不履行夫妻义务，其通过诉讼手段非法占有彩礼，我方请求判决离婚，并剥夺其抚养权，同时赔偿我方精神损失费及返还彩礼。郭律师，我不想离婚。
现在把离婚的代价给拉高，他就不敢离婚。到时候他还不是任你搓圆捏。顾律师还是你的手段高。哎，你看这边都不敢说话了啊！等着吧，他们输定。法官大人，针对原告的指控，我方提出3点反驳：一、所谓的不正当关系无实质性证据，酒店监控仅能拍到被告人曾出入，无法证明其行为实质；二、所谓的财产转移实为被告人的个人劳动所得，这是一份被告人的劳务合同。这些证据，他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准备好？三、本案的本质是买卖婚姻。原告陈志勇在支付彩礼后，长期对我的当事人进行肢体暴力和精神压迫。这是一份医院的检查单。哎呦，这孕妇实施家暴啊！太不是人了吧！这是真该死啊！打成这样才真是惊了。看不打的。裴律混淆了重点，即便存在家庭矛盾，但被告的出轨行为仍未判定婚姻的过错方。根据民法典1091条，我方有权主张赔偿。顾律似乎忘了，民法典第1042条明确指出，严禁买卖、包办婚姻。原告陈志勇之母谢银花曾多次在公开场所表示，30万买我的当事人是为了生育。胡说！那30万分明是彩礼。原告家属注意法庭纪律。前有方当事人当时存在被迫行为，以下是证据。根据民法典第1005条，涉嫌违背妇女意志的婚姻，依法认定为无效婚姻。此外，陈志勇在婚姻期间多次对孕妇实施暴力，已涉嫌虐待。我方申请当庭追加刑事自诉。证据合法性存疑，该段录像未经当事人允许拍摄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相关规定第68条，根据同规定第70条，严重危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除外。家暴涉及生命权，当然适用。就算有家暴的行为，但被告的出轨仍然不可回避。这是一组被告与裴律师在商场的亲密照片。我说裴律师怎么会一心一意地帮一个穷人打官司？原来这是他的情人啊！根据《律师职业行为规范》第35条，裴艳臻已经严重违反了职业操守，应取消其代理资格。如若原告提供的证据属实，那么将取消裴艳臻此次律师代理资格。好阴险的手段！只要裴律师被取消辩护资格，这场官司就输定了。下面对于证据进行司法鉴定。法官大人，在鉴定之前，请先看一下这张照片来历的完整视频。原告律师刻意抓取最有争议的画面，企图混淆视听。可事实是，我的当事人因为低血糖险些晕倒，我作为法律援助律师提供援助义务，何来情面？另外，这是许昭昭女士被拍当天的就诊记录，均可证明事实真伪。完整视频不就早被我删除了吗？他怎么会有？还有就诊记录？顾律师，你对我和我的当事人进行不实的污蔑和诽谤，稍后我会递上律师函。你，裴艳臻，你别太过分！安静。原告方还有没有其他证据提供？暂时没有。法官大人，综上所述，原告方的指控均不成立。反观其买卖婚姻、虐待家庭成员的行为，已构成犯罪。我方请求：一、撤销婚姻；二、抚养权归被告；三、追究原告刑责。裴臻，你敢让我跟他离婚？我他妈弄死你，信不信？啊！我。原告，
注意法庭纪律。肯定还是裴律师全体起立。经过审理，本庭认为，原告证据存在重大瑕疵，被告提供的家暴、胁迫证据充分，婚姻关系予以撤销。另外，原告陈志勇涉嫌人口买卖和虐待罪，将移交公安机关调查处理。你他妈是个废物啊！你不说你他妈能忍吗？还让老子去坐牢！我不好过，你别好过！放开我！妈！放开我儿子！放开我儿子！徐社长，你自由了。徐社长，你自由了。裴律师，谢谢你，真的是太谢谢你了。走吧。你一定很得意吧？又赢了一场官司。郭凌芳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裴燕山，你不会一直赢的，这次只不过是你走运罢了。只是让我意外的是，没想到你这种人居然也喜欢英雄救美。就是不知道等美人变成累赘时，你裴燕深会不会后悔今天的正义感？不该动心思，我劝你别动，否则后果你担待不起。裴燕深，咱们走着瞧。裴总，还好你及时赶到，要不然今天这场官司恐怕是……去把我的车查一下，保留证据。哎，是。走吧。啊。裴律师，我给你熬了姜汤，你喝了去血寒。谢谢啊，怀着孕就别去厨房了，有什么直接吩咐佣人就行。你为了我的案子来回奔波，还淋了雨，我不为你做点什么，我心里过意不去。念了一天了，回去休息吧。裴律师，能麻烦您等一下吗？我有一个东西要送给你。什么？裴律师，我自己做了一个领带夹，我一直都很想感谢你来着，但是我又觉得你什么都不缺，这个领带夹不贵重，希望你别嫌弃。很漂亮，谢谢，我很喜欢。你看这样会不会好看一些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孟晚，你来干什么？孟晚，她就是裴律师即将结婚的对象，长得真漂亮。叶深哥哥，他是谁？为什么在你家？他住这里。什么？今天的水果是不是还没吃？谢谢。他到底是谁啊？叶深哥哥为什么要对他这么好？叶深哥哥，
站住！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，赖住在燕生哥哥家里不走，怎么，你还想母凭子贵啊？这位小姐，我想你是误会了，我只是暂住。暂住？我看你就是想不要脸的抢走我的燕生哥哥。我没有，我只是……你还想狡辩？像你这种想飞上枝头变凤凰的野鸡，我见多了。今天我就要撕碎你这个楚楚可怜的狐媚样！这位小姐，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，请你不要再继续胡搅蛮缠了。你还敢反抗我？我可是孟家大小姐，我马上就要和燕生哥哥结婚了。以后裴家的少夫人只能是我。你赶紧给我滚出裴家！ 어두워진 나의 기억에 내 환한 빛이 되어줘 점점 흐려 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你明知道她是个孕妇，你还推她，除了责任你担待得起吗？燕生哥哥，你竟然为了这个女人凶我！你说你当初不想跟我订婚，是不是就是因为她？跟昭昭没关系。这位小姐，这真的只是一个误会。你闭嘴！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。你耽误别人的姻缘，就不怕你肚子里的孩子生出来是个残废吗？孟小姐，你怎么说我没关系？但请你不要这么侮辱我的孩子。如果你再这样下去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，你知道吗？还想对我不客气？我可是燕生哥哥的未婚妻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够了！出去，没有我的允许不许进来。听到了吗？燕生哥哥让你滚出去。我是让你滚。管家，送客。燕生哥哥，你不能这样。孟小姐，有问题吧？燕生哥哥，你怎么能为了这个女人这么对我？放开我！没被吓到吧？贱人！我这就告诉燕生妈妈，你给我等着！没被吓到吧？裴律师，我是不是又给你添麻烦了？对不起。没事，你别信他的话，安心住下。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，赖住在燕生哥哥家里不走，怎么，你还想母凭子贵啊？徐昭昭，裴律师和裴爷爷对你这么好，你怎么能留在这里影响裴律师和他未婚妻的感情呢？还是赶紧搬出去吧，搬出去和生宝宝都需要钱，我得趁这段时间多赚点钱。小许啊，明天能来做家教吗？小可天天都在念叨你，你不来，他都不肯好好学习啊。好的，我明天就去。怎么是你？你来我家干什么？这是你家？不是我家，难不成是你家呀？小许，你来啦，快进来。徐老师，你总算来了。小狗好想你啊！快来看看我画的画。奶奶，他就是你给小可请的那个家教？对啊，请了那么多家教，小可最喜欢她。小许是个好姑娘，就是嫁得不太好。不过她有老公啊，你可别打她主意。也就裴燕深喜欢喜当爹，我可不喜欢。这跟燕深有什么关系？你就别再跟燕深斗了。从小比到大，你就没赢过一次燕深，别自讨没趣。这次我找到了裴燕深的软肋，肯定能赢他。徐老师，你好厉害呀，什么都知道。
而且你好有耐心，好温柔，不像我哥。顾律师是你哥？对啊，他天天都很忙，很久才回家一次。难怪之前来顾家都没见过他。徐老师，你明天也会来帮我补习功课，对吗？徐老师，我马上就要升学考试了，你也不想我考砸，对不对？小可是小可，顾林峰是顾林峰，况且签了合同，如果突然解约，我得赔钱，只要不和顾林峰有接触就好。好，等辅导完，我应该也要生宝宝了。徐老师长得好看，生出来的宝宝也一定很好看。裴律师长得帅，要是宝宝像他，的确会很好看。来吧，就这儿吧。徐老师，明天见。明天见，好好学习啊。徐老师，晚上这边不好打车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打车吧。徐老师，你该不会是还在记恨我替陈志勇打官司这事儿？徐老师，我是一名律师，为我的当事人打官司是我的职责。况且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你呢，我要早知道你是小可的代课老师，我就不替陈志勇打官司了。顾律师，其实你不用跟我说这些，我们并不熟。我的车到了，我先走了。徐老师，就不信我吓你。裴律师，其实我已经吃好了，我先走了。你去哪儿？我送你。还是别告诉裴律师我做家教的事，不要让他担心。我就是去产检，你先去忙工作吧，不用管我。他这几天有些奇怪。他怎么会去见顾林峰？他们什么关系？徐老师，这晚上不好打车，又下雨，太不安全了。这次你就别拒绝我了。徐老师，我是律师，对于你，我不会知法犯法。你就算看在小可的面子上，让我送送你，你就算不对自己负责，也要对肚子里的小宝宝负责呀。万一摔倒了怎么办？那好吧，谢谢你。请。저 하늘길 따라 내 곁에
I'll be there for you. 생각처럼 더딘 내 걸음 won't be late this time. 문득 돌아설 때 내가 널 내 품에 안아줄게.操！裴月轩，你他妈故意的吧？裴律师，对不起，你骂我吧。我为什么骂你？因为我骗了你，我对你不坦诚。你跟顾凌风什么关系啊？不知道为什么，看着顾凌风和他走得近，我的心里就很不舒服。他在追求你？没有，我在给他的妹妹小可做家教，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他是小可的哥哥的。我知道你不喜欢他，所以我没有跟他说话，我跟他保持距离的。是吗？是，我可以发誓。所以你不喜欢他？我为什么要喜欢他？裴律师，你为什么这么问？没什么，顾凌风这个人向来诡计多端，我怕你被他骗了。谢谢你，裴律师，我会注意的。你人真好。我在你心里就只是人好。没有，你不仅人好，你还有很多其他的优点。裴律师，到家了。你身子不方便，我来。贱人，秦阿姨马上就下妆回家了，你就等着被扫地出门吧。头怎么这么远？周周，你发烧了，走，我扶你过去。是，你先坐着，我马上给你倒。来，喂，周大夫，现在赶紧过来一趟。来，应该是感冒了，太怀着孕，肯定很难受。
好冷。我要张开我怀抱，变成你城堡，只有你是我的解药。来，别怕，别怕，有我在。许小姐身体比较虚弱，虽然挂了水能退烧，不过呢，要多注意休息，别太过劳累了。我知道了。哎，对了，这个药啊，对胎儿没有任何影响，等烧退了就可以吃了。好。退烧了。裴律师，又麻烦你照顾我了。你不要总是跟我这么客气。昭昭，还是身体要紧。宝宝都快要生了，你就不要再出去做家教了。缺什么，直接跟我说。啊、可我……等我一下。喂，妈。叶神呐，过2天呢就是你爷爷的寿宴了，那天妈也回去啊。好，到时候我派人去机场接你。哎呀，你这小子，妈的意思是，不如就在你爷爷寿宴那天双喜临门，你和婉婉的婚事啊也该确定下来了。妈，我好，就这么定了啊。宝宝，妈妈不能太自私，不能去破夸家的幸福。在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租房子的事情也差不多了。等裴爷爷过完生日，我就离开了。那我先送你回房间。裴律师，我已经好了，我可以自己来。他是在躲着我。三哥，祝你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。你老真是越活越年轻了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。不错。哎，老爷子，祝寿图一幅。好啊。诸位，今天前来给老夫贺寿的呀，都是自家人，各位自便就是了啊。裴爷爷，呵，昭昭，哎呀，裴爷爷，祝您生日快乐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啊！哎，昭昭，能不能给爷爷说说，你给爷爷送的是什么礼物啊？是毛笔。我听说裴爷爷您特别喜欢写字和画画，所以我就亲手做了一支。啊，好，我好好看看。奇怪了，三哥之前对那些千万上亿的礼物正眼都不看一眼，这姑娘什么来头？难道是叶深媳妇儿？我怎么记得跟燕深订婚的是孟家？孟家千金不长这样啊！我才是孟家千金，孟婉。裴爷爷的寿宴什么时候连这种小门小户的土包子也能参加了？昭昭，是我请来参加寿宴的，怎么，你有意见吗？裴爷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以为他是进来混吃混喝的呢。毕竟像他这种穷人，应该还没参加过这么好的宴会吧？爸。裴爷爷，
这个是我给您准备的寿礼，这个可是宋代著名画家清风大师做的画，还希望您喜欢。放那儿吧。裴爷爷，您这种身份怎么能用这种低贱廉价的毛笔呢？您若是喜欢毛笔啊，我日后再送您一支更好的。这种垃圾还是扔了吧。毛笔虽然价值不高，却是昭昭的一片心意。我爷爷都没说什么，你竟敢做起我爷爷的主。我爷爷都没说什么，你竟敢做起我爷爷的主。叶深哥哥，燕深说的不错。昭昭给我送的礼物，我这个收礼人喜欢就行了。你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啊？你要是前来参加老夫的寿宴，我欢迎；如果你就是为了来找事儿，让我不痛快的，那就请你走开。爸，你不是最喜欢孟婉了吗？你怎么跟一个小孩子较真起来了？妈，孟婉她是成年人，应该知道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。燕深，小婉好歹是你即将娶进门的妻子，你怎么能帮着外人说她呢？我不会娶她。什么？不行，你都老大不小了，孟家跟咱们裴家也算是门当户对。小婉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今天你跟她的婚事必须定下来。我拒绝。燕深哥哥，你是不是就是因为他肚子里的孩子，所以才不跟我结婚的？不是，我都查清楚了，他肚子里的孩子根本就不是你的，你可别被他给骗了。他就是想凭他肚子里的孩子，在裴家母凭子贵。什么？燕深，你可不要再犯糊涂了啊！不要被一个别有用心的人给骗了。孟小姐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破坏你和裴律师的感情，我真的只是……还在这装可怜，一定就是你撺掇了燕深哥哥，不让他跟我结婚的，你可真够下贱的！秦阿姨，你看他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！我是绝对不会允许我儿子娶一个心机深沉的女人进门。妈，昭昭她不是那样的人。她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？你还在帮她说话？你怀孕了，住在我们裴家，那是因为我们可怜你。你不该把主意打在我儿子身上，破坏他的婚事。阿姨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。你还在撒谎？你敢发誓，你对燕深哥哥一点想法都没有吗？贱人，我就知道你对燕深哥哥别有用心。你们还不知道吧？他肚子里的孩子不仅不是燕深哥哥的，而且还不是她老公的。这太放荡了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个人一点都不检点。这小姑娘看着是清纯无害，玩的这么花呀？看来他是把燕山当接盘侠了吧？敢欺负我们裴家人头上，想死啊！我不是，我从来都没有。没有？那你倒是说说，这肚子里野种的爹是谁啊？我怕你啊，是谁自己都不知道。对呀，你要是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，你怎么不说呢？啊？哼，就是瞎搞出来的野种，根本就没爹。宝宝的父亲就是我要是执意说出来，肯定会伤害裴律师的。不能说。说啊，怎么不说啊？野种啊，就是野种。住嘴！够了！哼，你满口张嘴闭嘴野种的啊！这就是你们孟家的家教。哎呀，够了！儿子，今天你是要跟小婉订婚的，不要受他人影响。
你现在立刻马上出去！妈，丽莎，我好想要生了，我好想要生了。昭昭，叶深，快送昭昭去医院呐！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的，快家，备车！叶深哥哥，爸，这又不是咱们家的孩子，你急什么呀？你说什么呢？就算不是，那也是一条人命啊！我是绝对不允许他们在咱们裴家出任何纰漏的。诸位，不好意思了，大家都散了吧。秦宇，跟我去医院。哎，爸！哎呀，怎么还没出来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哎呀，再等等啊！叶深，等他生下孩子，就要带着孩子走。我可以安排人照顾他，但是他绝不能留在裴家。妈，他一个人带着孩子，孤苦伶仃的，你要让他去哪儿啊？叶深哥哥，我知道你善良，可是你也不能被那种贱人给赖着吧？是啊，你跟小婉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他和他的孩子必须送走。我绝对不会娶她的。这门婚事只是你自己一厢情愿。请问谁是许昭昭家属？我是。请问谁是许昭昭家属？我是。你是她老公吧？哦，护士，昭昭怎么样了？母子平安，许女士刚生产完，还有点虚弱，需要再观察一下才能转到病房。恭喜你们呀，小少爷有6斤6两。哎呀，谢谢呀，谢谢。多可爱！看到他，我为什么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？哎呀，平安就好，平安就好。来，让我看看孩子。这怎么样，裴爷爷？是不是这贱人生的小孩丑到你了？秦宇，你快来看看这个孩子宝宝。爸，这人家的孩子有什么可看的？让你来你就来嘛。这跟叶深小时候出生的时候，这长得一模一样啊！是啊，真的是一模一样。要么我说呀，昭昭怀的可是咱们裴家的金孙呐！老天爷真是开眼呐，让我们裴家有后喽！昭昭可是咱们裴家的大功臣，我一定要好好的奖励昭昭啊！真的是叶深的孩子，那我岂不是要当奶奶了？哎呦！爷爷，妈，这孩子真是我的？应该是你的孩子，跟你小时候啊长得一模一样。是啊。哦，对了，咱们现在呀，立刻要做一个亲子鉴定。对。王医生，你现在立刻给我做一份加急的亲子鉴定。好的，夫人。哎呀，这真是我的孩子吗？哎呀，务必加急。夫人放心，会以最快速度出报告。哎呦，裴爷爷、齐阿姨，这刚出生的孩子长得都差不多的，你们可不要被那个心机深沉的贱人给骗了。况且这亲子鉴定都还没出呢。闭嘴！我不允许你这样说昭昭。何况燕深也说过了，他不想和你结婚，我也不想勉强他，你就自己回去吧。齐阿姨，你不是答应过我，
是能让我当你的儿媳妇的吗？哎呀，小婉，阿姨之前是说过，但是那时候我不知道燕生和昭昭都到这一步了呀。小婉，强扭的瓜不甜，燕生之前也表了态度了，你跟他的婚事就算了吧。阿姨，小婉，你会找到更好的，先回去吧啊。哎呀，爸，你看这，你们，哎呦。妈，您现在不逼着我娶别人了？你这孩子，那我不是操心你吗？你要早点说清楚，至于吗？你妈妈我也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老顽固，现在倒好，这让我里外不是人了。你现在去给昭昭道歉，她说不定会原谅你。说的对呀。行，去吧，看你媳妇去。啊，去吧。哎，走，咱们也去。夫人，报告出来了。看这孩子的长相，我就知道是燕生的，果然没错。是啊，昭昭这丫头生孩子可真是受苦了。燕生，以后可要好好的对昭昭。我会的，爷爷。醒了呀，行了，昭昭，来看看宝宝，辛苦了。他好可爱。昭昭，你刚生完宝宝，不要哭，对眼睛不好啊。哟，慢点儿。钱阿姨，我会带着宝宝离开这里的，我绝对不会影响裴律师和孟小姐的感情。昭昭，之前呀，是阿姨对你不够了解，才说了那些话，都是阿姨的错，阿姨跟你道歉，对不起。阿姨，你现在生了我们裴家的孩子，以后可不要再说带孩子走的那些话了。对呀，你们都知道了。是啊，昭昭，等你养好身体之后，就和燕生把婚给结了啊。可裴律师和孟小姐有婚约，那都是我妈的一厢情愿，我不喜欢她，也没想过要娶她。啊，燕生，你照顾好昭昭，我们带孩子去洗个澡啊。来。燕生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不能把昭昭好好的留下来，那你也别回裴家了啊！走。哎呀，来，靠着，慢点。喂，裴律师，你到了吗？昭昭，有个临时的会议项目，需要耽搁一下。爷爷和妈已经在路上了，你再等我一会儿，可以吗？好，我正好也要收拾东西呢。宝宝乖不乖？有没有闹你？没有，他很乖。护工阿姨把他抱到隔壁洗澡喂奶去了。好，等会儿见。
是谁？胆子这么大，敢抢我的孩子？摘掉他的口罩，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怕死的！不要！孟晚，居然是你！你为什么要偷我的孙子？你们孟家怎么养出了你这种孽障？连偷孩子这种事情你都做得出来呀！啊！为什么？要不是因为这个野种，夜神哥哥娶的人就是我。只要他死了，夜神哥哥，我就可以嫁给夜神哥哥了。你真是无药可救。我跟夜神哥哥是青梅竹马，我从小就喜欢他。凭什么这个土包子出现之后，他就喜欢上了他？我不甘心！孟晚，我告诉你，还好我的孩子没有什么事，不然我不会对你客气的，你知道吗？贱人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，夜神哥哥他就是我的了。你真蠢！天底下好男人那么多，你可以挑一个更好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作践自己？昭昭，跟这种畜生没得理可讲，这种心坏的人是永远都骂不醒的。从现在开始，海城再无孟氏。什么？裴夜神，你不能动我家人！带下去，等会把他交给警察。是。放开我！回家了。快坐快坐，慢点啊。哎呦，小宝贝儿啊，小少爷长得真可爱，跟裴少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看这眼睛多大呀！没想到未来的少夫人竟然长得这么美啊！是啊，和裴少简直是郎才女貌啊！好美啊！爷爷，妈，哎，管家，哇，裴家出手真阔绰呀！没见过这么多好东西，这是大手笔啊！太豪华了吧！金银珠太羡慕了，这也太多了吧！真让人羡慕啊！哦，这么多东西啊！昭昭啊，你可是我们老裴家的福星啊！哈哈，生孩子宝宝让你受苦了，这些呀都是爷爷的一点小小的心意啊，你可一定要收下呀！爷爷，昭昭，这太贵重了。昭昭，你就收下吧啊！阿姨呢，还给你买了几座岛，等你跟叶深结了婚呢，你们就去那儿度蜜月。当然了，今天呢是我孙子的百日宴，我也有礼物要送给他。我已经派人去修建滑雪场跟游乐场了。我去，不愧是首富裴家，出手这么好啊！可不是嘛，真让人羡慕呢。是啊，裴爷爷，秦阿姨，这真的太贵重了。哪里，以后啊，我们都是一家人了啊！昭昭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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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愿意。昭昭，接下来我有一个重要的官司，等我打完官司，咱们就结婚，怎么样？好。裴彦深，听说你最近忙着当爹去了，也不知道这专业能力能不能跟得上。哦，对了，今天的官司可是全程直播，别说的太难看。法庭见。裴彦深，今天你一定会输的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
证据和资料都被人调包了。裴队，咱们来的路上耽误的时间，现在马上要开庭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我先开庭，你回去找备份资料。哎，裴燕山，我看你能撑多久？原告、被告、原告律师、被告律师都已到场。现在，康达集团证券虚假纠纷一案正式开庭，由原告方陈述。关于康达集团证券虚假纠纷案。喂，周周。许小姐，裴律师开庭资料被调包了，您快帮忙看一下裴律家里有没有关于这次开庭的资料和证据啊？不是应该有备份资料吗？备份资料被人恶意粉碎删除了，一定是顾凌风搞的鬼。可现在要找不到证据资料，裴律师的这次开庭一定会输的。好，你别急，我先去找找。哎。喂，周周，这边没有资料夹，全是空的，纸质版的都没有。完了，这下成了。法官大人，打断一下，尽管原告律师舌灿莲花，但是说到现在，他连一个实质性的证据都没有。哎呀，我不知道这法庭上怎么就成了用嘴皮子功夫的时候。请原告方出示相对应的证据。这还得上庭下去？怎么，裴律师是拿不出来证据？这开庭打官司，你身为连胜了那么多场的一个专业律师，难道你不知道要提前准备工作的重要性吗？裴律师，如果要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你输了，那你可就丢大人了。明天一定会上头条，你也就臭名昭著，哼，也就再也没有人再找你打官司了。哎，你说这证据都没了，这还能赢吗？这官司？这还第一律师。安静，请原告方出示相对应的证据，证据不足将直接影响宣判结果。法官大人，依我看，直接宣判原告输吧。裴律师这么重要的证据都能够弄丢，这简直就是打我们整个律界的脸啊！是呀，还以为多专业，连证据都保护不好，还当什么律师啊？裴律师怎么会犯这么基本的错误？真是错看他。看来顾律师将终结他的连胜神话了，将裴燕深钉在耻辱柱上。我宣布，裴律师，由于原告方你死定了，证据不足，本案法官大人。法官大人，请等一下。周周，裴律，还好我赶过来。这是什么？能战胜顾凌风的东西。这资料你从哪弄的？小可，这是你哥的文件吗？对啊，只不过是我哥不要的。薛老师，你要看吗？不用。从顾凌风那里得到的，裴律，你一定会赢的。会的。法官大人，我这边有资料显示，这怎么可能？裴燕深居然用我的资料推翻了我所有的证据链，还有辩护思路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法官大人，我要举报顾凌风，他违规操作，
违背律师职业道德。这就是相关证据。裴燕深，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我真是小瞧你了，你居然还有许昭昭这个帮手！快看，他竟然粉碎了裴律师的证据和资料。证据是充足的。真是，顾凌风这真是小人做法。正义也许会是，但绝对不居心。你全体起立。现宣判，康达集团证券虚假纠纷一案，原告胜诉。另外，原告方举报顾凌风的材料真实充足，顾凌风知法犯法，会吊销其律师证，并将依法交公安部门立案调查。裴燕深，你阴我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等你出来之后再说吧。昭昭，今天要不是你，我也许……裴律，就像你说的，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。宝贝儿，你看你妈妈多漂亮呀，你爸爸也好帅呀。哎呀，我孙子孙媳妇儿郎才女貌，嘿，真是般配呀！请两位新人交换戒指。姐，昭昭啊，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也不说一声啊？你这孩子太不懂事了。是啊，姐，哎，咱们可是你的唯一娘家人，你结婚都不通知一声，这也太不地道了。这谁啊？那我新娘的娘家人吗？从你们把我卖给陈志勇那天起，我们就不再是亲人。你们走吧。许昭昭，没良心的！你爸死了之后，是我把你拉扯大的。你要是不认我们也行，给我们1000万，以后我们就不来找你了。没错，姐，反正你嫁了江城首富，1000万对你来说不算多吧？啊，把钱给我们，我马上走。差点忘了还有你们两个，买卖人口，你们也有份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带到警局。哎，你们松开，干什么呀？走。各位，刚刚只是一个小插曲，现在婚礼继续，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。昭昭，谢谢你给我机会，让我爱你。燕深，谢谢你能爱我。新郎，现在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。亲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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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一个。哦